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是电影《爆裂鼓手》的开场戏，导演是生于1985年的达米恩·查兹雷。他的电影对影迷来说应该是耳熟能详，最著名的应该是《La La Land》爱乐之城，还有之后的《登月第一人》，以及前几年口碑一般的《巴比伦》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《爆裂鼓手》是他的第二部长片，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展现出了成熟的调度能力。黑屏，节奏缓慢的鼓声作为话外音，但此时我们不知道是有源音乐还是无源音乐。鼓声的节奏在加快的同时，音量也变大了。淡入片名，接着淡出，鼓声越来越快。节奏就是开始从慢变快，就一定有一个峰值，就像登山，总能登到山顶。音乐到了节奏的顶端，要么骤停，要么是一片平地，而后要么是就此结束，就持续往下，要么就还想再起来，就只能是先慢下来再起来。这就是节奏。所以这里节奏越来越快，你就一定会知道它总会有平缓的一段，要么是骤停。导演用音乐节奏给你营造了一个期待，你期待这个越来越快的鼓点节奏的尽头是什么。果然是一个重音收尾，而且这个重音是特意做了混响的。前面的鼓声没有混响，比较实，这个重音却是有回声混响，明显增强了结束感。伴随着重音出现，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大全景，夜戏内景，走廊的尽头，我们可以看到架子鼓和一个穿白 T 恤的一个人。原来刚才黑屏时我们听到的鼓声是有源音乐，在这深夜里有个男孩还在独自练鼓。深焦镜头，光圈很小，景深比较深，不同于前面出电影片名的淡入淡出的方法，这里的画面是突然出现的，没有淡入，因为导演需要配合着重音，让观众突然被这个画面抓住眼球。导演想要的是冲击力。从47秒到1分23秒，整整36秒时间都是黑屏加鼓声。这么长时间的悬念和压抑，就是为了让这个画面更加令人印象深刻，并且这个画面本身也是足够耐看的。36秒的黑屏本身这个选择其实就很大胆。当然每部电影的开场观众的耐心都还比较足，但是36秒时间是黑屏加鼓声，这个选择也是很大胆。首先是这里的透视关系，一点透视，消失点大致就在这个男孩身上，也就是说人眼会自然看向他，他就是导演想要的视觉重心。但是如果仔细看，这也不是完全对的整整齐齐，人物不是完全在消失点上，他是稍微偏右了一点点。如果人物在正中，在消失点上，就会比较呆板直愣愣的感觉。机位所在其实也不是完全在这条中线上。现在画面看起来左面墙壁是比右面墙壁斜度大一点，但我们看的不明显，因为这个镜头偏广角镜头，也可能是这个场景本身就是左面墙斜度大。总之这个人物并没有完全放在透视消失点上，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审美上的需要，稍微挪动一点，让这个画面不要那么呆板，但是透视规律还是很明显，足够将观众的视线天然的引到这个男孩身上。第二就是这个画面里的光线，这个镜头你可以明显看到它的机位比较低，能拍到上面的灯，这里一个灯，这里应该还有一个被切掉了。这两个灯作为有源光源，在地面上形成了两个高光区域，两块亮斑，这就让画面有了对比度，这边是亮的，其他区域是暗的，这就是用光来塑造这个空间的层次。比如我们常见的一些学校走廊、医院走廊，如果是晚上的话，会非常亮、非常匀的光线，所有东西都看得很清楚，那就没有对比，没有层次。要么本身就是这个场景的灯本来就这样，要么就是摄制组提前换成了这种灯。远处的这个男孩，他发现鼓哪里有点问题，自己在调整。镜头此时一直不动，镜头不动，我们也广角镜头，我们看不清人脸。这时候就还是吊着观众的胃口，因为我们想要知道这是谁，我们已经知道他在打架子鼓，但还看不清脸。如果前面黑屏的鼓声结束在一个特写镜头，比如说是手捏住这个板的特写镜头，也是一个方法。但是下个镜头是什么？直接出现近景的人脸吗？那这个人是谁的这个悬念就结束的太早了，显然不如目前这个大全景。因为我们摆放机位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考虑的就是视角，是从什么视角来看的。如果是一个特写镜头，是谁的视角？是从男孩这里模拟他的主观视角来俯拍吗？或许也可以。那下个镜头是什么？还要继续延续这个主角的主观视角吗？就像第一人称游戏一般，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。如果这个捏住板的特写不是用这个男孩的主角视角，从第三人称视角从侧面拍，那就更一般了。现在这里已经有纪录片观察式的感觉了，因为我们看电影前已经知道这个电影是大致关于什么内容了，否则的话这个镜头的机位视角非常像一个怪兽，正在远处看着他的猎物，马上可能镜头就迅速前推，模拟怪兽的运动，急速推向主角，可能下个镜头就是侧面拍怪兽扑向主角了。
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？因为这里的机位的高度有点低，虽然这是广角镜头，但是看起来这个机位离地面高度可能不到1米，大概就是在腰部的感觉。我们先接着看，后面再聊机位的高度。男孩调整好了，又重新开始打鼓，现在镜头开始动了。镜头为什么在此时动？是因为他开始打鼓了，所以这是有动机的摄影机运动。如果他不开始打鼓，镜头就动，那就是变成了我们前面在《混沌少年时》当中说的幽灵在看的感觉。在那期视频中我们就讲过，有动机的摄影机运动，它一定是比没有动机的摄影机运动更好看。这个动机它有很多方面，但是在这个案例中，它是非常直接的动机，就是跟着声音去动，跟着人物的动作去动。这个摄影机的前推速度不快，如果说这是一个怪兽的话，这一定是一个沉得住气的怪兽。这里有这些镜面的反射，给画面增加了层次，让镜头前推的过程中视觉上也不会单调。男孩突然对着画面上方说抱歉，原来是这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慢慢接近他都没发现，这也是说明这个男孩练得很投入。这时候我们知道，原来前面摄影机的运动相当于这个男人在慢慢走近的过程。这个男人他叫 Fletcher，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这个前推镜头代表 Fletcher 的视角的话，那这个机位的高度是不对的。我们前面估计这个机位离地面高度可能不到1米，那明显跟这个 Fletcher 身高不符。机位放得低，更多的是从画面造型上考量。现在有一点仰拍，空间会更好看，它能带到更多的透视，也能带到这2盏灯，它就形成了光线上的层次，有明暗的对比。如果是一个平视的角度，从 Fletcher 的眼睛高度去拍的话，这2盏灯就拍不到了。拍远处坐着的男孩应该也是俯视，俯视没有仰视更好看，仰视会拍到更多的地面，镜头前推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推进感。举个例子，就是你在高速上开车，120的速度，如果你只盯着正前方看，有时候你不会觉得速度有很快，不自觉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。但是当你看左右的树的时候，就会觉得120的车速也很快，就是因为有了参照，有了对相对速度的感知，会直观的感受到速度快。类似的例子还有拍一个人在跑动，如果你要表现一个人跑得快，我们需要用长焦镜头，然后在人和镜头间找前景遮挡，比如树木是常用的遮挡物，这样在视觉上会显得人跑得很快。所以如果要让一个镜头更明显的有运动感，那就是要有较明显的前景。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要有前景，再加上构图上的美感要求，这2个因素促成了这个镜头是一个低角度的仰拍镜头，机位的高度大致跟腰平齐。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个镜头的视角是来自 Fletcher 的视角。在黑屏的36秒时间，就像是 Fletcher 的脚步慢慢靠近的过程，突然鼓声停了， Fletcher 的脚步也停了。因为鼓声停了无法掩盖脚步的声音，他现在不想被男孩发现，所以男孩再次开始打的时候， Fletcher 又动起来了，机位就跟着动起来了。当 Fletcher 被发现之后， Fletcher 和男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双人对话的正反打关系，轴线在2人之间。 What's your name? And your name, sir? 我们前面聊边境杀手的时候， Kate 与 Matt 的对话也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，他们俩的正反打镜头拍 Kate 是仰拍，拍 Matt 是俯拍，那是符合视觉规律的镜头角度。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里是不一样的，这2个镜头是内反拍，都是单人镜头，也是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，但2个镜头却都是仰拍。拍 Fletcher 是仰拍，好理解，他就是强势者，且这个镜头大体上可以认为是从男孩视角去拍 Fletcher， 所以是仰拍。但是拍男孩为什么不是俯拍呢？他在这场戏甚至这部电影里相对 Fletcher 来说都是弱势者，这个我认为如果是俯拍其实也没问题，只是俯拍就失去了这几个鼓面的前景，镜头就会少一个层次。而且这2个镜头如果是单机位的拍摄，非常像是拍完这边把机器转个角度，可能是150度，直接就可以拍另外一边，三脚架或者小摇臂的高度都可以不用调节，节省时间啊，这个电影的成本也比较低。那仰拍是不是代表这个男孩有力量呢？不是，如果视听语言和表演有明显的冲突，通常来说是以表演为准，因为表演更直接，视听语言常常是隐性的，是大多数人看不出来的，表演是更容易直接接触到信息的。这个男孩的表演明显是紧张不安，唯唯诺诺，有点害怕，所以这2个人谁强谁弱非常明显。I'm sorry. 年轻人先起身朝话外说话，对不起，他有点慌张。这个话的意思其实是抱歉我没看到你，不是我故意不理你或者不跟你打招呼的。假如说是因为现在深夜男孩练琴扰民，是一个保安过来看他的话，男孩的表演应该不是现在这样，但他应该也是有礼貌，但不一定会赶紧起身，也不至于惊慌失措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人物要根据情境做出合适的表演，表演都是有潜台词的。因为这个 Fletcher 是学校里有名的老师，男孩也是认识他的，但视听上又是男孩的镜头延续，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他面对的是谁。 No, stay. Fletcher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，他在暗区，看不清楚，很神秘，这是导演调度。这个 Fletcher 的威严感来自男孩的表演，同样也来自导演选择让他站在暗区的这个场面调度。
下面 Fletcher 就走进了光亮区，也就是说，导演是故意把光限定了范围，把 Fletcher 第一次出现放在了暗区。What's your name? And your name, sir? What year are you? Fletcher 开始问男孩的名字，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几年级？男孩跟这个 Fletcher 对话的过程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 Fletcher 不简单。这个我们看过电影都知道，这个 Fletcher 可以说是暴力，性格非常乖张，而且这种大顶光光心在他额头上还形成了一个亮斑，完全展示了这个人的掌控力。You know who I am? Yes, sir. 男孩有点害怕这个 Fletcher， 说话都有点打岔的感觉。So you know I'm looking for players. Yes, sir. Then why did you stop playing? 男孩开始重新打鼓，打完之后，男孩肯定是期待这个 Fletcher 的一个评价的，结果 Fletcher 并没有说话。试想一下，就是你一个年轻人在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，忙活了1个月，要跟老板汇报的时候，等你 PPT 讲完，现在安静了，都在等老板发话，但是空气凝固了几秒钟，你此时是什么心理活动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Did I ask you to start playing again? 停顿一会儿之后 ，Fletcher 开始刁难他：“我让你开始打了吗？我只是单纯问你一个问题，不是让你接着打。” Sorry, I I asked why you misunderstood. stopped playing, and your version of an answer was to turn into a wind-up monkey. 开始骂人了。 Sorry, I thought. Show me 根 your 本不等 rudiments. 男孩把话说完，非常凌厉的剪辑，脱衣服的动作也只留了动作的中段，并不完整。注意到此时为止，镜头是没有变化的，没有切到更大或者更小的景别，就是拍的时候节省了时间。因为换机位通常就意味着得调灯光，就非常耗时。 Yes, sir. Double it.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，镜头在这个角度上有一个缓慢的前推。为什么要推呢？因为这个男孩开始沉浸进去了，他要加速了，要专心。他低着头闭上眼，导演希望观众也跟着沉浸进去。你仔细听，从某一个时刻开始，击掌的声音没有了。最开始 Fletcher 是跟着节奏拍手的，而且镜头开始推的时候，男孩已经不抬头看 Fletcher 了，前面还在一边看一边打。突然一个声音出现，是一个关门的声音，声音参与叙事，导演就是不让你直接看到关门动作，让你有想象空间。男孩的表情有点失望，突然快速的一个摇镜头，观众才看到门确实关了，人物是领先观众的。这就是说前面慢慢开始推那个镜头，就是为了让观众沉浸，然后为后面突然关门声的这个突兀感做铺垫。为了强调这种突兀感，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摇镜头，也就是说先建立沉浸感，再打破，把观众迅速再抽离出来，这样的话你印象就非常深。推镜头开始时，男孩一直低头，这是导演提前设计好的一个表演动作。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很长的推镜头，观众还会有印象。这里这个小景别的推镜头就非常合理。突然关门声打断，快速摇镜头，极好的节奏。摇镜头也加深了观众的失望之情和对角色的同情。因为这 Fletcher 完全不懂礼貌嘛，对吧？就算鼓打得不好，那也得客套客套。同样，开门声音先入，切到门，衣服拿走。拿衣服这个镜头跟前面他这一段对话都是同一个机位，其实是一起拍的。光和机位都不动，表演 OK 的话，这段拍起来非常快。这个镜头和这个镜头，然后这个镜头和这个镜头，其实就是同一个镜头分开用的，是为了剪辑上的节奏。最后一个大全景，快速的中景对切，最后变成大全景，节奏缓下来，非常懂节奏的剪辑。为什么选这个机位？是谁的视角？这是第三方视角。但是为什么他取这个角度？我们前面说了，是因为这样造型有美感，镜头可以拍到更多的地面。他也把人放在了画面的中间，把这个窗户又带整齐了，稍微仰拍就让这个画面看起来不太一样。为了不让画面左侧显得空，放了一架钢琴，很合理，因为这本身也是个排练室。不要认为是排练室，这个钢琴就一定要在这儿。导演如果不要就可以推走。在电影里，所有出现在画框内的东西都是经过考虑、经过设计的。画面中的明暗层次让这个画面非常耐看。为什么是这个电影预算不高？看起来这场景就这一个主光，这里应该是补了一个光，其他就是实际光源。当然实际光源也有可能是剧组放的灯。这里，画面左下角的字幕交代地点。一个无源音乐插入，切到下一场。这场戏一共5个机位，开头一个推镜头，然后2个正反打镜头，内含一个推镜头，最后一个低机位的大全景结束，非常精彩且简约。总结一下，第一，开场镜头设计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开始不疾不徐的推进镜头，然后跟着音乐节奏加快，剪辑也加快，最后一个大全景放松下来。这场开场戏的节奏就是慢快慢，由静到动再到静，本身也像音乐的律动。
而且这个开场戏里一直在用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建立再打破，建立再打破，建立再打破。建立了之后，打破就会让人印象更深。第二，分镜头拍也可以省时省力，这个开场戏给我们展示了这一点。第三，这场戏总共只有2个运动镜头，都是推镜头，越推越专注，越推越紧张。导演用突然的动作或者声音来打破推镜头的节奏，皆令人印象深刻。好的，这期我们就到这里，下次见。